欢迎收看神秘文怪事，大家好，我是团长。没有订阅的朋友，请按下订阅按钮，谢谢大家。加入我们优秀神秘文怪事团，拜托大家用力按下订阅，拜托大家。大家可留言告诉我。各位优秀神秘文怪事团团员，大家好，感谢团员新进团员耐心等待，再次感谢所有团员支持本频道。影片中英语翻译中文不容易，本频道制作不容易，拜托大家帮忙加入。今天故事开始前，先提醒大家，影片最下方神秘文怪事订阅键定下去，用力按去下，请订阅，请帮忙一下，请拜托帮忙一下，谢谢大家。介绍更多好朋友加入神秘文怪事。我上一集影片讲到，日本重大悬案，车内人骨震惊全台，女大生与18年悬案的致命连结。没有看过新朋友，我建议先看上一集，我把上一集影片放在说明栏。今天让我带你们进入今天的故事吧，要带你回到1961年，在南韩京畿道附近的一座深山，有一家精神病院正式开始对外营业。在这里依山傍水，环境相当清幽，感觉是个可以好好休养的地方。但是说也奇怪，这间精神病院经营几年之后，附近的住户都在说，常常在半夜听到有人哭泣的声音，或是听到尖叫声，而且据传还有许多病人因为不明原因离世。医院也在经营了35年之后歇业，但还是常被目击到有超自然现象，更被美国 CNN 评选为世界7大令人毛骨悚然的场所。到底这家医院背后藏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吗？ 일단 이쪽으로 들어가 보도록 하겠습니다. 굴러가는 소리가 들려? 무슨 소리야? 穿过一片茂密森林，映入眼帘的是一栋灰白色的废弃建筑。在四下无人、一片寂静的夜里，却出现不寻常的声音。 콩소리가 좀 크네요. 문을 친 건가? 누군가 문을 친 소리인데? 나무문 같은 거. 무슨 소리인지 알겠네. 听到声音回头去看，看不见尽头的长廊，却是一个人没有。走廊两侧一道道木门背后，是一间又一间狭小的房间，里面堆放了许多废弃许久的床垫。这里过去是精神病院，1996年停业之后成为废墟，更被 CNN 选为世界7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场所之一。会获得 CNN 关注，全是因为一段影片更带出背后一个令人惊恐的诡异传说。 한번 여기 열어볼까요? 열어보세요. 两名直播主深夜来到医院探险，试图打开每一扇病房门一探究竟。但当他们走到206号门前，难以解释的事情发生了。 안 열리네. 안 열리는데요? 가지마, 그냥 가자. 어? 그냥 가. 뭐? 试着想透过上头的观察窗，把手伸进去查看，却突然从门内传出重重的拍打声，吓得两人尖叫逃出医院。难道这扇门后藏着什么秘密吗？ 据传，这里曾住着一位因战胜了心理创伤的退伍老兵，经过多年的治疗，仍然无法抵抗心魔，便在206号房内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在医院荒废以后，206号房也成为了医院里唯一一间无法打开的病房。没有人知道打开以后会发生什么事。然而上传这条视频后，这2位主播就消失匿迹了。网友推测，2人可能被怨灵报复，已经生死难料。 然而，这更加激起了人们对此地探究的欲望。探险拍摄超自然现象，理应会让直播主声名大噪，但这两人却从此断了音讯，更让外界议论纷纷。然而，昆池岩精神病院的诡异传说，却不是在医院废弃之后才开始的。3层楼白色建筑物矗立在群山之中。 占地3000多平，环境清幽，原本应该是病人可以好好静养的地方，但这块的地处偏远，
背后还有一段写成历史。青田公園に集まった数千人の群衆は独立を宣言。各学校生徒に市民も合流し、独立万歳を交渉しながらソウル市内を G 行進した。3.1運動はその当初から平和的自由運動にとどまることはできなかった。20世纪初期，日本统治南韩期间，掀起南韩民众的抗日浪潮，却换来日本武装镇压。而昆池岩精神病院的原址，相传就是日军用来处决犯人的刑场。开业后，就传有病患莫名其妙的死去。有个说法是，因为这个位置在过去是刑场，许多韩国人在这里被日军杀害。而过了数十年，这些冤魂仍旧留在原地，使精神病患不堪其扰，进而崩溃。当地政府建这座医院，主要就是为了平息那些战乱中郁郁而终的士兵，使他们在黑夜中找到安宁。然而事情似乎并没有按照当地政府预料的那样发展。传说昆池岩精神病院发生了数起诡异事件，最终在18年内就沦为废院。不止在营运期间，附近住户与病患声称，夜里常听到诡异哭声，有时还会伴随着尖叫声，令人不寒而栗。甚至还有不为人知的惨剧正在悄悄进行。病人没有基本的人权，任由医生打着治疗的幌子进行各项非人虐待。然而不仅如此，这家医院还私下勾结一些医药和生化组织，那些没有家人的精神病患者就被拉去做药物和生化实验。这些病人在各种非法行径下就成为了这家医院的商品，电击、解剖、凌辱，在虐待下，病人的病情更加恶化，最终导致院内发生了40多名病人集体自杀的事件。而在此事件后，院长便就此失踪，医院也因此倒闭。也有另一个传闻说，有护士亲眼看见院长被院灵缠身，最终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上吊自杀。昆池岩精神病院就这样荒废了许多年。病患集体离奇死亡牵扯出不人道的人体实验，加上院长又下落不明，关于这家医院的各种传说更是甚嚣尘上，不止吸引众多探险家前来废墟探险，也成为韩剧拍摄的题材之一。难以解释的现象让昆池岩精神病院声名大噪，当然也成为戏剧取材的主题。无论是神剧讯号，或是直接以医院为名的电影，都造成了热烈的讨论。由于吸引越来越多直播主到废弃的医院来探险，这也惊动了地主。然而他们又要如何来处置这个被外界视为极阴之地的医院呢？誉为神剧的韩剧讯号里头的小警员朴海英，在跨时空无线电的指引下，来到这栋废弃的善日精神病院，还在大楼后方的排水井中意外找到一具遗体。이상한점없었어요? 이상한 점? 당신이 제일 이상하지. 품위 있는 분께서 여기 흉가처럼 왔을 리도 없고. 저 시신 어떻게 발견한 거야? 然而这具遗体也成为一起即将届满诉讼期限，发生在15年前的少女诱拐案能否侦破的重要关键。而剧中提到的废弃医院，就是以昆池岩神病院当原型，无论是走廊还是格局，都完美复刻昆池岩医院的样貌。2016随着韩剧讯号爆红，这家医院更广为人知，直到2018年，有片商更是直接把昆池岩的传说搬上大荧幕。 이거 진짜네. 심령 사진도 주작은 아닌 거. 그래서 이번 호러타임즈 제3기 공포체험단이 방문할 공포체험 장소는 대한민국 3대 흉가이자 CNN 선정 세계 7대 괴기스러운 장소로 뽑힌 곳. 정확한 명칭은 남영신경정신병원이고. 电影采用类纪录片方式拍摄，透过旧报纸细数昆池岩医院从兴起到衰退的历史与传说。片中邀集大胆的网友组成探险团，前往这个禁忌之地直播，
希望冲高流量赚取收益，但没想到难以解释的事情开始环绕在他们周围。앞서 방송 순서를 간략히 설명해. 원장실이야? 저절로 닫혔지 지금. 院长室的门突然自己关上，似乎在对不速之客表达不欢迎之意。一行人决定上前一探究竟，发现地上有张院长和所有病患的合照，但这张照片却怎么看怎么怪。 일반적인 단체 사진 같지만 자세히 보면 정말 기괴합니다. 다 어딜 보고 있는 거야? 너 딴 데 보고 있어. 가운데 앉아있는 이 여자가 바로 환자들을 다 죽이고 자취를 감췄다는 그 소문 속의 원장이었습니다. 为了揭开院长的残忍行径，一行人继续探索秘密实验室，里头摆放着一个又一个造型像是棺材的木箱，胸口位置留有一个方形开口。成员试图把手伸出去，却被不明力量强拉，还在手臂上留有清楚的抓痕。传说中打不开的206号房，在电影中改的编号。几名成员忙住利用电锯，想要锯开大门，一窥真相。 빨리 나가야 돼. 빨리 내려가자. 거의 다 열었어. 아니 그게 중요한 게 아니야. 지금 여기 있으면 안 돼. 우리 빨리 나가야 된다고. 有人想要阻止一切发生，但似乎已经太迟了。这部改编自昆池岩医院的电影，虽然片末强调许多内容都是虚构，改编电影上映之后还是引发广大回响，不过也掀起不小争议。随着电影越来越受欢迎，前往体验恐怖的主播数量也越来越多。 这导致洪氏兄弟最终下定决心出手这份资产，他们将自家的房产和3块土地贱卖至不到100亿韩元的价格。洪氏兄弟整整亏损了近50亿韩元，最后他们和这些曾经的传言再无交集。电影上映短短2个月，地主面对排山倒海的压力，急忙脱手卖出昆池岩医院的产权，这栋废弃医院也遭到拆除，计划要打造成新形态社区公寓。只是关于医院的诡异传说。 没有因为建筑物拆了而跟住灰飞烟灭，就怕不管未来如何发展，都还是罩着一层挥之不去的梦魇。都市传说依旧继续流传，成就是否背后都有外星助力，留给众人想象空间。虽然难以置信，但在科学家让这起世纪悬案多了分想象空间，留给众人想象空间，或许人类就能解开许多难解的谜团，也留给团员无限想象。 埋藏着无数科学难以解释的神秘事件，在这里，人类显得渺小又无力，背后的谜团让人想不清也猜不透，是否有未知力量的助力，还有待解答。是真是假，只能说信者恒信了。至今仍是人类想要解开的重大谜团，许多人还是选择宁可信其有，请大家自行判断。希望您会喜欢今天主题，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对这些的看法。 大家帮我按赞、订阅、开小铃铛，谢谢！感谢收看，下次再见。